他是来自日本拳坛的格斗神童，在擂台上有着9战9胜的不俗战绩，来华挑战，口出狂言要把中国拳坛所有的拳手打趴在自己的脚下，让中国拳手以后见到他都要退避三舍。这个嚣张无比的小日本就是袁鹏熙，在家人的支持下，他从小就被送到格斗俱乐部。由于超凡的格斗天赋，成年以后在日本的拳击擂台上一战成名，连败3名对手，被日本拳坛认为是日本格斗界的未来，一定要加倍的培养。由于袁鹏熙超强的天赋，格斗各种技能早已超越了日本拳坛的一些老前辈，他的嚣张惹得中国拳手实在看不下去，不能让他在中国拳坛横行无忌。中国拳手是来自安徽的吴铁印，战绩6战2负2 KO， 战绩虽然不如小日本，但是他有一腔爱国的热血，在他师叔中华府杨建平的培养下，他的战力也绝对不够弱。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他的底线，请大家动动发财的双手，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吴铁印率先发起攻击。好，这个摆拳2次都有效。对，抱起小日本放倒在地。这一拳把对方的头打到地上，对，相当于2次车压的位置形成了，好，2条腿全部都在防守以外，这时候可以连续抖击。对，这个位置对手下位的对手非常难受，因为起不来，动不了，起不来，完全处于被动的位置，只能搂头。上位选手完全可以使用自己的体重压制住对手。小日本看到吴铁印凶猛的攻击，躺在地上，他使劲用双手控制着吴铁，不让吴铁印腾出手来攻击自己。吴铁印被对手死死的抱住，也毫无办法发球。这个杀击，刚才几个杀击非常有效。这个日本选手这个鼻血流出来了，见伤了，对，见伤了。好，他起来了，这个好，这个有2个，但是不能够在这个时候用膝盖攻击头部。3点起来了，重新要恢复到站立位置，对吗？在绳圈的边上做不了动作，所以一定要绳圈分开再来。对，抓住时机。由于吴铁印的猛冲，使得摔倒在地的小日本差点摔出擂台。吴铁要回来。这个其实是不在选手意料范围之内的，是重心失去平衡。对。更好点。对，我觉得日本选手也非常顽强，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，只是在地面的下位时间比较多，对，受到了砸击次数比较多，其他方面都做得非常完美。对，所以他9战9胜也不是白来的。对，地面的意识非常清晰。那2个都是19岁的小将。是。小日本被吴铁印压在身子下，为了防止吴铁印攻击，他耍起了无赖，用手紧紧的抱着吴铁印的头和胳膊，吴铁印也一直在挣脱。害怕了，应该他只能够不断的用手臂搂住对手的这个脖子和控制一只手，控制距离不让他砸击，而且形成胆子空间。对，而且刚才已经见血了，打击还是有效的。是。好，一胯下停，想出来被狙击。吴铁印想要把裁判看见双方一直在地面缠斗，谁也动不了谁，只好上前分开来2人，起来继续战斗。起来之后的吴铁印像是脱缰的野马，疯狂的朝着小日本飞奔而去。再次下拳，勾腿，又是一个拳法。对，这拳法已经第3次奏效了，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教法。由于长时间的地面缠斗，小日本一直处于防守状态，体力消耗特别的巨大，现在已经没有力气控制吴铁印。挣扎中，吴铁印挣脱出了一只手，对着身下的小日本疯狂的肘击。小的肘肩的动作非常漂亮。这也是吴铁印的招牌的动作，但这次日本选手控制他的距离控制非常好，完全发挥出来。但其实对日本选手来讲，他有个劣势，就是他始终在搂着对方脖子上，手臂很快就没有力量了。对。转身出来了，这个位置不错。哎呀，他们挣扎中起了坠，又被吴铁印按倒在地，开始了地面缠斗。小日本此时肯定后悔万分了，自己不应该口出狂言，这样也不会跑出来这么一个不要命的选手来挑战自己。现在想死的心都有。他进行肘击，日本选手只有入境这一条方法。他在地上被吴铁印按压到擂台边上，腾出手臂的他又给小日本来几个肘击。小日本被吴铁印按压的差点上了气，裁判见状上前分来2人，回到擂台中间继续之前的动作。非常他在这个基础上训练投入了很大的精力，而且这个东方荣誉的选手实际上对地面杀击都特别喜欢，看到包括杨建平啊，包括这个吴铁印他们，包括这个叶继峰，对，要听裁判的指令。还有10秒，第2回合比赛结束。找机会就砸，找机会就砸。
第二局比赛就还没完。第二回合开始，小日本被吴铁印的勇猛吓到了，看到吴铁印攻过来，害怕的小日本主动抱着吴铁印，又一次被吴铁印摔倒地。腾出手的吴铁印还是用肘击引发他的。小日本赶快用尽全力抱紧吴铁印的头，让吴铁印做不出攻击的动作。好，来往上去。对，再次把它放到这个逃脱的动作，充分显示了日本选手的训练水准。对，拨困出手臂的吴铁印对着身下的小日本疯狂的肘击，没打懵的小日本彻底的放弃了抵抗。裁判赶快上前阻止比赛，怕再晚一会小日本就亡命。最后，吴铁印以 KO 的方式赢得了比赛的胜利。大家觉得吴铁印今天的表现怎么样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